以上就是我和米斯特林离开本征世界后的经历。没想到圣痕计划还会产生这样的后续影响。由圣痕计划导致的异种圣痕在世界炮之中显现。得好好在笔记本上梳理一下才行了。不过，为圣痕计划造成的影响善后，你们也真的很努力呢。别沉默嘛，你是不是忽略了什么重要的部分没有讲呢？严格来说，我的讲述当然不能覆盖这段旅程的全部细节，但除了米斯特林刻意隐瞒的部分以外，我已经把能说的都告诉你们了。如果你想把责任都推给那个所谓的沙尼亚特，那只会让你自己的风评进一步下降。前辈的意思是，他还有所隐瞒吗？当然，说来说去，还有件最重要的事情被你一笔带过了吧？靠偷袭把我丢进量子之海，你们就不打算好好道个歉吗？我还以为那是因为你伤害了贤者的神识。拜你们所赐，我可是又在外面漂了好几个星期。就算我是很有经验的漂泊者，在被外力强行排斥出去的情况下，想重新找回这里也很费力气啊。回来之后，还把我给关在门外头的炎地里，害得我只好自己生活。我可不是妍希的偶像啊！如果不是碰巧遇到希尔他们，我感觉自己都要被腌入味了。苏莎娜，不许笑！对不起，前辈。总之，明明是让我吃尽苦头的一件事，为什么在你的描述里好像无足轻重、顺手而为似的？你的良心不会痛吗？那毕竟是米斯特林的个人行为，和我实际上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执意希望寻求道歉的话，我只能先替他表明友善的态度，并在他下次出现的时候通知你。哼，所以你们这等于是承认了，那个突然出现把我丢出去的像裂隙一样的东西，就是那个女人的手笔了？是的，那的确是米斯特林的能力。裂隙，量子之海，当然还有出现在本征世界的理型之种。怎么了，希尔？你想起什么了吗？理型之种又是什么？我们在被迫来到这个世界炮之前遭遇的理型之种，应当是只有那位米斯特林能够指挥的怪物。而据此推断，奇罗前辈，你说的那种通过裂隙将人丢入量子之海的能力，很可能也是我们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啊，真的吗？具体是怎么一回事？他是还在装傻，还是说整件事都是歪打正着呢？不管是哪一种，我刚才放松了警惕，都是事实。好吧，虽然米斯特林可能会感到不满，但我认为这也不是不能说的事项。我替他向你们承认，就是他从本征世界的外侧观测到了你们，并一步步将你们引导到了这个世界炮。所以我在长空室屡次看到的那个裂隙，的确就是他的能力。那是入梦的手段之一，不过并不是每一次打开裂隙都是为了将你带走，毕竟要想打开一个稳定的通道，总是需要多次的尝试。而最稳定的通道就是就是灰蛇最终将你们引去的地方。
他似乎察觉到了那份能力的存在，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摆脱你们的追查。但事实上，反而是米斯特林在利用他，将你们带进最终的陷阱里。而利用完之后，你们就把他……关于最后这一点，我并不了解。你可以向米斯特林询问具体的经过。希尔，他不可能正面回答你的，这家伙只会把解释不了的事情全推给那个米斯特林。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应该没有欺骗我们。既然把我们拉进这个世界炮的是米斯特林，那么带走他的也是米斯特林吗？我不能说得很明白，但可以纠正你的一些观点。这次米斯特林并没有将他带到某处，准确来说，上次也没有。只是在2次经历中，你们都处于极其特殊的空间，是因为外部规则以及这些世界炮的构造过于特殊，他才会与你暂时分离。而且在这第2次当中，主动接近他的也并不是米斯特林。你的意思是，还有其他人主动接近了他？我明白了，是高塔贤者吧？另一个希尔是被高塔贤者带走了吗？考虑到雨兔和普罗米修斯现在正服务于高塔贤者，将此人认定为幕后主使，倒也合情合理。而且，普罗米修斯小姐，假设如我相信的那样，你从刚才开始都没有说过谎，那么你此时的沉默，就是最直接的承认了。反正我什么都没说。不过，按照他的意思，至少我们可以确定另一个希尔的确平安无事了。接下来只要找到高塔贤者，就能找到另一个希尔了。谢谢你啊，普罗米修斯。喂，苏珊娜，你也别就这么照单全收啊！说了这么多，他还是没告诉我们另一个希尔到底在哪里啊！严雪圣城这么大，一间房子一间房子找下去的话，我们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时候。就算有维塔带路，找我有什么事吗，绮罗？啊，维塔，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看你们好像还要聊很久的样子，就回来抱团取暖啦。听你们的意思，接下来需要由我带路去找什么人？哦，还没到找人的那一步呢。我们其实在讨论高塔贤者会把我们的同伴带到哪里去。带到哪里去？那不是只有一个地方吗？哎，我不是告诉过你们了吗？高塔贤者是无法离开高塔的。以前他或许还会亲自出来处理一些民众间的纠纷，但现在也都由这位普罗米修斯代劳了。如今的高塔贤者一刻都不会离开高塔。是这样吗，普罗米修斯小姐？至少在近几个星期内，我没有在高塔以外的地方见到过他。那另一个希尔就在那里面。希尔，是的，他不在这里。希尔不在塔里，但是他又和高塔贤者有过接触。高塔贤者去过的地方，但又不在这座塔里。啊，难道说，普罗米修斯小姐？什么事？你刚才在回答问题时是这样说的吧？
因为这些世界泡的构造过于特殊，我才会和它分开。但在月球上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被世界泡分开的，这一点你应该心知肚明。所以，既然你下意识的这样去说，我们此时所在的地方，难道不只是一个世界泡？虽然理论上的确有可能，但如果真有另一个不同的世界与这里交叠共存，那些原住民不应该毫无察觉。似乎就是这样。那是死后的世界，对吧？并不只是一个传说，而是真实存在的世界。高塔贤者不能离开高塔，但是他还有一项能力，就是游走于生和死的世界。所以，他的活动范围或许并不只是高塔内部，而是高塔内部加上整个死后的世界。他和希尔就是在所谓死后的世界相见的，对不对？唉，再往下的情报就不该从我的嘴里说出来了。既然你们已经想到了这一步，接下来不如亲自见见高塔贤者，和他对话吧。真的吗？贤者大人要在塔内接见我们？他没说过不可以带人进来，我现在就可以把你们引荐给他。而且我也想早点回到广场上，继续工作。确实，如果能直接和高塔贤者交流，就能确定另一个希尔是不是在死后的世界了。怎么了，希尔？有什么问题吗？现在不能去。为什么？我可没办法信任这家伙，他们已经暗算过我一次了，完全有可能故技重施。那是米斯特林的个人行为，但听起来你和他也称得上同心同德。谁知道这回会不会又是米斯特林派你把我们带进塔里，然后再因为一些奇怪的理由对我们横加利用？你有什么问题吗？00457号公民。我从来没听说过贤者大人会在高塔里接见外人，为什么？我确实还没有直接知会他，但我不认为他会拒绝。我说过了，高塔贤者对你们是感兴趣的。希尔，你怎么看？归根结底，这还是取决于你的意愿。我觉得普罗米修斯小姐应该没有恶意，但是我也不打算贸然进入高塔。我已经习惯人类自相矛盾的言行了，但我还是想知道原因。很抱歉，我相信你也是出于好意才邀请我们，但正如他们说的那样，你的观点未必等于米斯特林的观点，当然也未必等于高塔贤者的观点。我只想尽快找到希尔，我们承担不起像绮罗前辈一样被丢回到量子之海里几周内难以返回的风险。那么，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担保，你们才能够满意？高塔贤者的确不能离开高塔，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虽然我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告诉你具体的原因，但我真的建议你去见一见他。你难道认为自己的这种说辞就很有说服力吗？原来如此，这就是所谓的缘分未到吧？我明白了。希尔，小心！这些是协助管理圣城的机甲。菲塔，躲到我身后来。希尔，苏莎娜，准备战斗！我会全力以赴。对不住了。明明刚才还
没有一点踪影，这些机甲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只能是高塔，他们原本就埋伏在高塔里。哼，果然，邀请我们进入高塔，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陷阱。可是普罗米修斯，他好像也……还好数量不是很多。这些破铜烂铁，我10几年前就见惯了，真是一点长进也没有。啊，10几年前？对哦，雪狼小队本身就是10几年前的一支队伍。绮罗前辈，我之前就想问了，你应该和齐格飞……所以那个机器脑袋又跑到哪里去了？好像战斗一开始他就不见了，可能是躲回高塔里去了。可是他为什么要攻击我们呢？哼，有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依我看，这就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但直到前一秒，我们之间都还是可以正常交流的氛围。普罗米修斯是个重视效率的人，也算不上擅长战斗，而且我总感觉他刚才也很吃惊。是因为糊弄不了我们，只好开打了吧？要不就是他背后的某个女人不耐烦了，想躲在后面咬人，又没有通知到他。哼，什么时候那家伙现身了，我还要算之前的账呢。那个，各位，打断一下，因为刚才的骚动，城里的居民正在逐渐聚集过来。以你们外来者的立场，最好还是尽快离开这里，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说的也是，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吧。